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湾生育率为何会全球垫底。在各种官方说法和媒体报道中，经常听到的是低薪、房价高、工作忙碌、养儿育女成本太高等等理由。然而，这些当然都是真实的因素，但它们真的是台湾出生率跌到世界最低的唯一原因吗？是否有一些更深层但政府专家们不敢明说的事实潜藏在背后？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那些被忽视的角落，看看所谓台女崩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它与台湾少子化有何关联。台湾的总生育率，也就是每位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目，近年来在全球名列最后一位，可以说是地表生育意愿最低的地区之一。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台湾近年的生育率徘徊在每名妇女生不到一个小孩的水准。例如2022年平均每位育龄妇女仅生约 1.12 个小孩，2021年更低至约 1.09。 要知道，维持人口不减少的世代更替水平大约是 2.1， 台湾现在连一半都不到。2023年全台新生婴儿仅约 13.5 万人，再创历史新低，而且已经连续数年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人口开始负成长。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假如情况持续下去，再过几十年，台湾的人口将急剧萎缩，人口结构严重老化，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甚至连世界首富马斯克都曾经在社群媒体上转发贴文，点名台湾出生率跌到新低，警告人口崩塌正在加速。更加残酷的是，在台湾一些偏乡地区已经出现无子村的案例，有的村落连续好几年一个新生儿都没有，幼稚园和小学因此关门，村民们日渐老去，却看不到孩子的踪影。这样的人口凋零景象令人忧心，难怪连国际媒体都对台湾的人口危机投以忧虑的目光。然而，各界提出的理由多半还是经济层面的，年轻人生不起、买不起房、养不起小孩等等。但假如真是这样，为什么有些经济也不富裕的国家，生育率却没有像我们这么低？难道只因为台湾年轻世代过得特别辛苦，还是我们忽略了什么不方便说出口的真相？让我们先把时间倒转几十年。在1950年代，台湾社会还处于传统农业和战后婴儿潮时期，那时候生孩子可是一点也不嫌多，平均每位台湾妇女一生要生将近7个小孩。要知道，短短70年之内，台湾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从7个以上暴跌到不到1个，这种剧烈的转变在世界历史上也属罕见。大家的观念很简单，人多好办事，儿孙满堂是福气。在我们祖父母那辈，10几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也不罕见。后来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政府在1960至70年代还推行过计划生育，2个孩子恰恰好的宣传标语当年深入人心。由于经济起飞和妇女生育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时，台湾总生育率已跌破2，达不到世代交替水准。当时人们或许还没意识到这是未来危机的开端，因为那时人口基数年轻，人力仍然充沛。然而自此之后，台湾的生育率就一路下滑，几乎每况愈下。进入21世纪，台湾正式跨入低生育率社会的行列，而且一掉到底。2010年的虎年，由于民间一些避开生虎宝宝的迷信，加上婚育人口本来就减少，当年生育率创下当时全球最低的 0.89， 震惊各界。虽然虎年过后，出生率有稍微反弹一些，但也再也回不去过去的水准了。此后，不论龙年、金猪年，这些传统认为好命的年份，也只带来短暂的小波峰，整体趋势仍然是不断创新低。到最近几年，台湾更是几度被统计为世界生育率最低，有时和南韩在伯仲之间争最后一名。可以说，生孩子这件事在台湾年轻世代中变得前所未有的稀少。面对如此惊人的转变，台湾政府其实也并非没行动。过去10多年来，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如雨后春笋般推出，育婴假可以请，生育津贴给现金，生第2胎、第3胎还有额外奖励金。某些县市甚至发出所谓生育红包，用金钱刺激大家多添一个宝宝。另外还有扩大公共托育，增设公立幼儿园，推行准公共化托育补助等等，希望减轻年轻父母的育儿负担。
甚至有地方政府脑筋动到房子上，祭出例如婚育、社会住宅这类方案，提供新婚或育有小孩的家庭优惠租屋，以解决住的压力。听起来措施不少，很诱人，对吧？但很遗憾，从结果看，这些努力顶多稍稍减缓下滑速度，并没有真正扭转生育率长期低迷的趋势。政府一年年加码送小孩、补助钱，却换不回年轻世代的心。新生儿人数依然年年探底，政策犹如隔靴搔痒，难以见效。问题出在哪里呢？许多专家把矛头指向经济结构和就业文化。的确，台湾年轻人的困境有目共睹，薪水成长停滞已久，物价特别是房价却节节高升。许多年轻夫妻工作了好几年，连在都会区买个窝都难，怎么敢生小孩？现代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也非常惊人，从奶粉、尿布到将来补习班、大学学费，父母无不想尽力给孩子，最好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更别提现代职场竞争激烈，加班工时长，许多年轻人自己每天忙，工作都快累垮，下班只想休息，哪还有精力照顾小孩？这些因素，政府官员和人口学者在公开场合都谈过无数次，也成为一般大众可以接受的官方解释。毕竟说起来，这些问题可以透过政策改进区，例如提高薪资、新建社会住宅、推行友善育儿职场等等，听起来都有解方。然而，还有没有其他层面的原因是更棘手甚至几乎无解的呢？有的，而且往往被避而不谈，那就是传统家庭文化与年轻世代价值观的冲突，特别体现在女性角色和态度的巨大转变上。我们先从一个数据说起，在台湾，婚姻和生育至今依然是紧密绑定的，超过95%的新生儿都是婚姻内所生，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常年仅约 2% 到 4%。也就是说，大部分台湾人仍然习惯先结婚再生小孩，没有结婚通常就不会考虑生育。这和欧美许多国家很不一样。在西方，未婚生子早已不是禁忌，许多伴侣即便不办婚礼也敢生孩子，甚至单亲或非婚同居生子都获得社会接受。然而，台湾社会相对保守，大多人认定只有组成家庭才是生儿育女的前提。以法国为例，近年来超过一半的新生儿是由非婚伴侣所生，美国等国家也有将近40%婴儿出生时父母未婚。但在台湾，这种情况目前仍难以想象，社会风气依旧期待小孩应在婚姻中诞生。这种婚育绑定的文化特性，导致低生育率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高未婚率。换句话说，不是已婚夫妻不愿生，而是压根没多少人去结婚，孩子自然就少。事实上，几乎所有已婚的台湾夫妇，大多还是会愿意生1个甚至2个小孩，顶多少部分生1胎就收工。但真正拉低整体生育率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不婚或晚婚，使得生育人口池不断缩水。看看下面这组对比。1980年代以前，台湾社会对不婚是非常不能理解的，父母亲戚总觉得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就该结婚，女孩过了30岁还不嫁，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事。男的40岁没娶，更会被认为有问题。那个年代，几乎人人把婚姻当成人生必经的里程碑。据统计，大约在民国60、70年代，也就是1970、80年代，台湾女性在20多岁时，有6、7成都已经结婚生子了。20岁出头就当妈妈，也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完全颠倒过来，20多岁结婚反而成了少数。根据内政部最新统计，30岁以下女性的有偶率、已婚比例只剩大约 17%， 也就是不到1/5。换言之，现在大多数女生在30岁前都是未婚的单身状态。想象一下，周末的咖啡馆里坐着许多20几岁、30出头的年轻女子，她们有的忙着笔电工作，有的悠闲翻着杂志，脸上看不出一丝为婚事烦恼的神情。如果不是长辈追问，她们甚至很少把婚姻挂在嘴边。对她们而言，单身一样可以过得丰富多彩。这幅景象在今日台湾随处可见，也难怪长辈们常感叹，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爱结婚了。至于平均初婚年龄也一路上升，目前台湾女性平均要到31岁左右才第一次结婚，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也超过32岁。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台湾妇女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龄已超过31岁，其中35岁以后才当妈妈的比例更高达30%以上，这几乎是上一辈的1倍年纪。过去祖父母辈20出头就结婚了，现在孙子辈往往拖到将近35岁才考虑步入礼堂，结婚年龄延后甚至不结，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生育年龄和生育数的下滑。女性年龄越大，生育能力自然下降，等到35岁以后，想生也比较力不从心。所以晚婚的人就算想生，往往也只能生一个，甚至可能来不及生。而完全不婚的人则通常选择一辈子不生小孩。因此，台湾生育率全球垫底的真相之一，其实就是台湾未婚人口的比例全球顶尖。现在台湾正在快速迈向一个单身社会，研究推测，到2050年时，40多岁仍未婚的人口比例很可能高达30%以上，也就是每3、4个人就有一个终身未婚。在这样的社会里，孩子自然成为稀有动物，别说什么一对夫妻至少生2个的理想，如今许多人连一对夫妻都凑不成，更别提下一代。这就是现实的残酷。当代台湾年轻人的婚育价值观已经和传统背道而驰到这种程度。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不结婚？经济压力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不没钱买房，不敢结婚生子，这点不分男女都含苦。但仅仅如此吗？其实还涉及男女之间对婚姻和家庭角色的期待落差。也就是说，现代的男女在想象婚姻生活时所抱持的理想条件和传统父母辈的观念有很大冲突，彼此之间也出现了某种不协调。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不是不想结，是遇不到对的人。在台湾社会的调查中，不少未婚男女都表示，他们并非坚决不婚主义者，然而就是没有碰到适合结婚的对象。什么叫适合呢？这里头就反映出当代男女择偶条件的改变，特别是在女性方面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被某些人形容为台女崩坏，虽然字眼尖锐难听，但我们不妨来剖析看看它指的是哪些现象。先声明，以下并非在责怪女性，而是试图如实描述一个社会现象。所谓台女崩坏，并不是说所有台湾女性怎么了，而是指一种普遍趋势。台湾年轻女性在家庭与婚育方面的态度和传统期望相比，出现了断裂式的改变。有哪些改变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观察。第一，大众价值观的转变。以前大家认为女人结婚生子是天经地义的人生必经阶段，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女性不这么想了。传统上，结婚生子被视为人生圆满的象征，但这观念如今已被打破。近10年来的调查显示，越来越多人认同结婚后不一定要有小孩。2010年代初，只有约7%的人同意婚后可以选择不要孩子，但到了2021年前后，同意比例已上升到60%以上。换言之，生儿育女不再是婚姻的必然选项，许多人选择成为顶客族，定双薪无子，或以宠物为伴，重新定义家庭和生活方式。既然不再把生小孩当成人生的必须，当然就有更多女性坦然地选择不生或少生。第二，女性自我意识与独立能力的提升。现代台湾女性受教育程度很高，如今台湾女性大专以上学历的比率已超过50%，而在50年前，这个数字可能不到1%。在职场上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一个女性能够经济独立、自给自足时，她对婚姻的依赖就大大降低。上一代许多女性在经济上不独立，必须透过婚姻来获得生活保障，因此即使委屈也要嫁人生子。而如今，大多数年轻女性都有能力养活自己，思想上也更强调我是我自己，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结婚从必需品变成了选择题。许多女性在踏入婚姻前都会问自己，我现在一个人过得这么自由自在，为什么要结婚？结了婚生活就一定更好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她们宁可维持现状。尤其当社会对单身接受度提高之后，女性更无所谓以单身身份度过一生，经济上不需要靠男人，精神上享受单身的自由，再加上对传宗接代的使命感变得薄弱，女性走入家庭的动力确实大不如前。
过去传统社会的女性期待嫁鸡随鸡，而现代台湾女性更在意做自己。如果婚姻被视为一种束缚或对自我价值的妨碍，她们干脆选择不婚不生。第三，择偶和婚姻期望的改变。女性的独立并不代表她们完全不想结婚，而是更有条件的去选择对象和规划婚姻关系。这就出现了男女之间期望不匹配的问题，导致许多人想结婚却遇不到合适对象。具体来说，现今许多台湾女性在择偶时的标准比过去高，她们期望伴侣在学识、经济能力、性格、人品上都与自己相当，尤其希望对方在观念上尊重平等，婚后愿意共同分担家务与育儿，而不是像传统那样由妻子一肩扛起。如果男性仍抱持旧观念，期待妻子婚后辞职在家相夫教子，许多现代女性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双方价值观不合，自然难谈婚嫁。另外，现代女性也通常希望另一半的经济能力不比自己差，至少能提供相近的生活水准，这本无可厚非。但现实情况是，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越来越多，要找到各方面条件都更胜于她们的男性变得困难。如今大学女性毕业生人数已超过男性，近年台湾高等院校中女性学生的人数比例约55:45，已明显高于男性。许多专业领域出现女强男弱的情形，于是一些高学历女性面临想找条件相当甚至更好的男人很难的窘境，而她们又不愿意下嫁给自己认为不够理想的对象，宁缺毋滥，结果就只好单身等待。从男性这边看，也存在类似问题。不少男性抱怨，如今女性眼光太高、太现实，平凡的我根本追不到理想型的女生。有的男性甚至戏称现在是女权自助餐时代，意思是某些女性同时想要享有传统与现代的好处，既要求男性承担传统养家的责任，又希望自己在关系中拥有充分的自主和平等，让男人觉得相当吃力不讨好。尤其当某些女性非常坚持物质条件，例如要求男方有房有车、高收入时，许多普通年轻男性自认达不到对方标准，干脆打退堂鼓或延后成家计划。结果就是出现大规模的高不成低不就现象，优秀的女性等不到比她更优秀的另一半，普通的男性又觉得高攀不起条件好的女生，双方都不愿将就，最终都独身一人。过去长辈常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好像女性比较被动，随遇而安，而现在的年轻女性则干脆选择不嫁总比嫁错好。这当然是自主意识抬头的展现，但对整体婚育率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第四，不想生或不敢生的心理。即便是已婚的女性，是否愿意生孩子，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现在许多台湾年轻女性对成为母亲这件事抱持着矛盾甚至畏惧的态度。一方面，她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周遭风气告诉她们，人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相夫教子，但另一方面，她们也清楚明白，怀孕生子对个人生活将带来多么巨大的改变和牺牲。有些女性坦言，我不是不喜欢小孩，但一想到生了孩子后，自己的身材走样，自由时间消失，生活重心全被孩子占据，就很犹豫。还有人担心职场上的妈妈惩罚，一旦成了妈妈，事业发展可能受阻，中断好几年，育儿后难以重返职场。再加上怀孕生产的痛苦风险，产后可能面临忧郁症，以及整个育儿过程的操劳，种种因素让不少女性迟迟不敢踏出那一步。更现实的是，育儿的繁琐与压力在台湾社会往往主要落在母亲肩上，即使夫妻都在工作，文化和长辈的观念仍然习惯将大部分家务育儿责任推给妈妈。很多女性看在眼里，心想与其将来累死自己，不如不生。于是就算结了婚，一些年轻夫妻也选择丁克族的生活模式，宁愿两人世界过得轻松惬意，有钱有时间去享受人生，也不想背负养育孩子至少20年的沉重责任。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有些自私，但这正是越来越多人真实的价值选择。人生苦短，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在小孩身上，而不是用来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呢？宠物市场在台湾的蓬勃发展也反映了这个趋势。不少人把毛小孩当孩子照顾，以此满足情感寄托，
就觉得够了。根据统计，2025年底全台登记在案的猫狗数量已超过340万只，正式超越台湾14岁以下孩童的人数。可以说，现在毛小孩真的比真小孩还多，成了一个有趣又心酸的现象。例如，35岁的小健和小文结婚5年，两人都有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平日下班后一起健身，假日相约爬山潜水，生活多姿多彩。他们决定不要孩子，家里养了1只狗和2只猫当作家庭成员。每当长辈劝他们生个小孩，小文总是笑着回答：我们的毛小孩就是我们的小孩啊。像这样享受丁克生活的年轻夫妻，在台湾也越来越常见。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一幅图景：台湾的新世代女性整体而言，对婚姻和生育显得比过去更加冷淡或谨慎。她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干脆对生儿育女兴趣缺缺，还有一部分虽非完全不想，但条件不满意就宁可不生。这与传统那种只要结了婚就一定会生孩子的情形已大不相同。传统父权社会里，女性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早婚多生，因此生育率高得不自然。而在讲求自主平等的现代社会，女性拥有更多选择权，许多人做出的选择就是不当妈妈，或者晚点再当妈妈。这正是东亚各国少子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南韩的总生育率在2022年甚至降到约 0.81， 成为全球最低。日本近年也只有 1.3 左右。在日本、韩国等地也出现类似现象，女性受教育并延后婚育，未婚族群增加，生育率自然走低。当女性受教育投入职场后，如果社会没有同步调整家庭分工和提供足够资源，许多女性就会用行动拒绝传统角色。与其说她们崩坏，不如说她们不再买单父权体制下对女性的苛求。然而，上述这些女性意识觉醒导致婚育率下降的现实，政府官员和传统专家们在公开场合往往不会直白地说，因为女性不愿意生。毕竟把低生育率归因于女性的新价值观，等同于暗批现代女性太自我，不愿吃苦，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正确的。试想，哪个执政者敢公开喊话，年轻女生，你们不要这么挑，多生几个孩子救救国家，那简直是自寻死路，女性选票瞬间跑光。因此，政府和专家多半采取较委婉的说法，例如他们会说要营造女性愿意生育的友善环境，强调男性也要分担家务，职场要更友善，意思是现在条件不好，所以女性不生。但话里绝不敢带有责备女性的意思。一些官员干脆只谈钱和托育，不碰价值观的转变问题。我们可以说，少子化的讨论常常只说表面的经济和制度因素，而很少触及深层的文化转型问题。我们可以说，台女崩坏其实道出了政府专家不变名言的一部分事实。台湾年轻女性的家庭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不再按照传统预期的轨道走，这导致了生育率的雪崩式下滑。不过，这种改变究竟是好是坏，见仁见智。站在个体角度看，女性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当然是社会进步。但站在整体社会的角度，如果人人都选择少生或不生，我们势必要面对人口减少带来的各种后果。有人调侃，台湾不是养不起小孩，而是年轻人想通了，不愿再让自己辛苦，去生孩子来接续这场辛苦的人生。听起来有点悲凉，却也道出了某种真相。在一个高度现代化、强调个人幸福的社会里，生孩子几乎变成一种利他行为，为了国家和家族的未来而做出的奉献。但眼下，越来越少人愿意做这样的奉献了。当然，在探讨女性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男性的因素。公允地说，台湾年轻男性在婚育态度上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只是相对而言，男性在生育决策上往往不是主导的一方。有些男性其实也乐于当所谓的废青，对结婚生子兴趣缺，下班打打电动，追求自己的兴趣，不想被家庭责任绑住。也有不少男性因为经济压力或社会竞争的挫折，对自己成家养家的能力没有信心，干脆逃避谈婚论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当女性普遍提高择偶标准后，
一些条件普通的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屡碰壁，索性放弃努力，久而久之也习惯了单身生活。这些原本可能愿意成家的男性，碍于现实条件和女性期望的落差过大，也加入了不婚族的行列。所以说，少子化并不是单单女性不生造成的，也是两性都无法找到共同生活的平衡点导致的。近年来，网络上充斥着男女互相指责的声音，有人说台男太废，责怪男性没有肩膀，给不了女性想要的生活；也有人反过来批评台女被宠坏，指责女性过于物质挑剔，不肯吃苦。这些话虽然偏激，但某种程度反映出台湾年轻男女在婚姻价值上的局域以及彼此的无奈。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台女崩坏这个说法呢？表面上听起来带有强烈的贬义，好像台湾女性集体变坏了一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不正是女性摆脱旧枷锁，追求自我的表现吗？只不过，这种自由的代价，却是我们整个社会面临着人口后继无人的风险。女性不崩坏，人口就不崩坏吗？过去那种高生育率的年代，是建立在女性普遍早婚多产，人生只有相夫教子这一个选项的基础上。而当代的低生育率，其实恰恰反映了女性有了更多人生选择的权利。从个人角度看，这或许算不上是坏事，但站在国家未来的立场，高度的少子化确实是个不得不面对的危机。少子化并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价值的难题。你无法强迫已经获得自由的女性回到过去，也无法靠发几张补助券就逆转这股潮流。当前政府当然不愿坐视人口老化对经济社会造成冲击，持续在寻找对策。除了前述种种补助奖励以外，也开始宣导男性多分担家务，推动企业弹性工时等等，希望创造出一个愿意生的社会环境。同时，也有学者建议社会重新检视传统家庭观念，比如能否让婚姻和生育脱钩，让未婚者也可透过人工生殖等方式生养孩子，或者至少去除未婚生子的污名。还有人提出，应该更积极引进移民，毕竟其他国家有靠移民补充人口、支撑经济的经验。然而，这些做法在台湾目前都还面临许多现实挑战和保守意见，短时间内难以大规模推行。于是，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生育率年年下降，出生的孩子越来越少。依照目前的趋势推算，台湾的总人口数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快速萎缩，可能在2050年前后跌破2000万，到本世纪末甚至有可能减少将近一半。更糟糕的是，低出生率往往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孩子少，未来年轻劳动力不足，肩负养老社会的压力更重，年轻一代更不敢生，学校招不到学生只好关门，产业找不到劳工，导致发展受限，整体社会的活力和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都会受到影响，进一步让大家更不愿生育，长此以往只会更加雪上加霜。听起来是不是很灰暗？也许有人要问，难道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看着台湾人口雪崩吗？有没有可能出现转机呢？毕竟其他国家也曾面临类似问题，有些经验值得参考。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在陷入少子化后又缓慢回升的例子，例如北欧国家透过完善的社会福利，让生育率曾回升到 1.7 左右。法国长期提供各种补贴鼓励生育，也取得过一些成效。反观南韩，过去10多年砸下无数预算奖励生育，总和生育率却仍然跌破1，可见单靠经济诱因并不足以扭转趋势。要让台湾回到那样的水准，势必要在社会资源系统和整体观念上做出重大改革。除了物质上的补助，更需要确保没有人因为生子而成为家庭的牺牲者。年轻世代必须相信，生儿育女不会令自己的人生变得悲惨或前途尽毁。说到底，要真正破解少子化，必须解开现代女性心中的结，如何让她们既能保有自我，又愿意成为母亲。这恐怕是21世纪整个东亚社会共同面临的艰难课题。最后，我们回到台女崩坏这个引人争议的标题，本质上，它点出了政府专家不敢明说的一层事实：台湾年轻女性的婚育观念确实已经发生巨变，不再照着传统剧本走，导致了生育率降到谷底。但这正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也是女性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人口雪崩，
可我们也应该为女性拥有掌控自己人生的自由而感到欣慰。如何在保障个人幸福的同时，也找到延续社会的新方法，这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挑战。总而言之，台湾生育率垫底的原因，归根究底，不只是经济压力或政策失灵，而是一场传统与现代价值观的正面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要如何取得平衡，将决定整个社会的未来走向。这是一道艰难的平衡题，而答案终究有待我们全体社会共同努力去寻找。